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自由民主这两个词经常被连在一起说，但是在一个右派看来，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民主的价值。从本质上说，民主只是人们追求自由的手段之一，另一个手段是共和。从实际来说，仅仅通过民主也未必能得到自由。从历史上看，文明的社会往往是先有自由后有民主，而不是先有民主后有自由。不是民主带来自由，而是自由带来民主。民主往往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社会的成果，而不是反过来。之所以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很多从专制传统中走出来的人只知有民主而不知有自由，更有甚者，大多数人对于民主这个词还有着深深的误解。在我看来，对民主这个词所代表的核心价值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是多数人意志，二是权力受到制约。如果把民主的核心价值理解为权力受到制约，那么在我心中，民主的价值排序是可以往前靠一靠的。但遗憾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民主运动中，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都停留在要通过选票实现多数人的意志，要一人一票，要让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简单的层面上。而这也是革命家们动员底层人起来干革命时最常用且最有效的宣传口号。然而，无数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革命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多数决民主，往往在经历了暴力、混乱和暴民政治后，最终还是会回到专制。托马斯·杰弗逊说，如果51%的人可以剥夺其他49%的人的权利，那么民主无非就是暴民统治。如果像这样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意志，那么民主和自由就是矛盾的。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自由是个人自己说了算，而民主是多数人说了算。民主几乎注定就是要损害部分人的自由。而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自由来自法律和人的观念中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绝对的保护。这些权利是绝对不能被剥夺的。即使是用99%的选票也不能剥夺，用再漂亮的大话也不能剥夺。简单的说，在一个文明社会，一定要有自由高于民主的原则。在多数人暴政中，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可问题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或在某种观点分歧中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而真理也常常在少数人一边。多数决的民主不仅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且因为精英阶层一般只是社会中的少数，多数决的民主往往会陷入乌合之众的非理性魔咒，无法有效利用精英阶层的智慧，所以它经常也不能真正代表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多数决的民主看似包容，实际不包容，它几乎总是会带来意识形态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带来全民一致、整齐划一，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专制。此外，在多数决的民主中，权力来源于多数人的意志，似乎符合民主的理念。但是权力一旦产生以后，由于权力的本性，它必然只能被少数人来掌握。如果它不能受到有效制约，那么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它必然会脱离那些把掌权者送上高位的多数人的本意，脱离民主的初衷，造成新的专制。所以多数决的民主不仅会带来很多非理性决策，它也必然会带来腐败，走向民主的反面。那么如果我们把民主的核心价值理解为权力受到制约，把民主理解为脱离了简单民主多数决缺陷的精细民主，民主是不是就变得高大上，就可以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最高价值了呢？其实仍然不是，民主的价值仍然应在自由之后。这里列出3个理由。首先，自由主张的是人最基本的权利，而民主主张的是人的政治权利。自由强调的是人权，民主强调的是民权。人权为本，是所有人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民权是人民的政治权利，是经过启蒙的人民才可以理性运用的。政治权利本质上是一种 privilege， 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天赋权利。一般要看每个人的素质能力和参政意愿来规范，得达到一定的门槛才可行使政治权利，否则国家会乱。
所以政治权利未必可以人人完全平等的拥有。比如儿童和精神病患应享有平等的人权，但未必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自由理应先于民主是很显然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人权应高于主权。如果一个社会不给予个人尊严和自由，个人就不会有社会责任感，也就很难负责任地行使政治权利。在一个专制国家，要先追求普遍的人权，再追求普遍的政治权利，这个次序不可颠倒，因为实现民主需要很多的技术条件，是专制国家的人民难以很快掌握的，而奔着自由和人权去会简单很多。人民首先要得到自由，有尊严，才能渐渐学会慎重使用民主权利。习惯为奴的人是搞不好民主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文明的社会，即使实现了民主，它往往可能依然是不文明、不自由的。不尊重自由的人建立的民主社会几乎必然会走向邪恶。而一个社会如果开始保障自由，文明程度就会提升，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民主往往会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成果。要先有人权，再慢慢争取民权。在人权还没有保障时追求民权是危险的。历史上的民主革命经常要动员没有民主训练的底层暴民，所以革命的结果往往会违背初衷，走很多弯路，甚至走向民主的反面。简单来说，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自由，很容易退化为专制；专制如果允许自由，很容易进化出民主。其次，自由高于民主的第二个理由是，自由本身直接带来幸福，而民主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幸福。自由是繁荣的根基，民主不是。只有自由的社会比只有民主的社会更能增进人类的幸福。民主只有在为自由服务时才是有价值的。民主只是工具，而且还是一个有缺陷的工具。从风险收益的角度，民主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于降低风险，而不是在于追求收益。和民主相比，独裁虽然有时效率高，但往往缺少纠错机制。民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纠错机制，而不是寻优机制。民主选举的关键不在于一定能选出较好的掌权者，而在于所有的掌权者都要受到定期的被选择的压力和限制。对言论、新闻、集会、抗议、宗教等自由的保护，都是用来纠正民主的缺点。在好的民主制度下，所有的权利，无论它来自哪里，都要得到制约，接受监督。通过民主程序得到的权利，也要被关进笼子。在这种情况下，权利对于自由可能的危害是最小的。所以人们常说，民主制度有效率低等很多缺点，但它是为了保护自由最不坏的制度。最后，自由高于民主的第三个理由是，民主是一种理想，在这种理想里，权利受到有效制约，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然而，现实世界的民主必然会有各种与理想的差距。现实的民主难以界定，而自由可以清晰界定。这是追求自由比追求民主更靠谱的另一个关键原因。从历史上说，英国和美国的革命都是从求自由、求人权、争取经济权利开始，以后才慢慢放开民主。而法国大革命是从求民主、求平等开始，搞成血腥屠杀，反而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在帝制和共和制之间震荡了近百年，祸国殃民。英国革命开始可没有民权，而是只有贵族特权。民权是在历史进程中慢慢放开的。英国是君主立宪制，不是民主制。早期的议会都是些贵族当政，只是在长期的历史中，人民的权利才越来越多，逐渐实现民主。民主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目标。美国开始也没搞民主，先贤们并不信任民主制，而是采用共和制。共和制是从制度上矫正民主的缺点。美国制度早期的精英主义色彩保障了美国早期的发展。美国社会的民主程度是随着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逐渐自然提升的。选举权是逐渐扩大普及到更多民众的。可以说，民主
是一个标尺，一个人民拥有何等程度的政治权利的标尺，而法治是维持这个标尺水平高低的工具。法治不仅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全民普遍的法治共识。只有大部分人认同它，它才能有用。这也是在威权国家推行民主制难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常年洗脑下，大部分民众习惯性的只认权利，只认利害关系，而不认法律。最后总结一下，看一个政体是否文明，最重要的是看自由是否得到保障，其次是看权力有没有被关进笼子。民主的核心在于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制约，而不在于权力的获得是否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伪民主国家往往喜欢强调他们代表了多数人民的利益，但这往往难以考证，而实际上他们的权利是否受到有效制约，才是衡量他们是否是真民主的试金石。这也是一个更容易检验且不易作假的标准。上期视频反对的是有人借着自由的名号来反自由，这期视频反对的是有人借着民主的名号来反自由。理解了民主这个词背后的真正含义，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识破这些伎俩。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转发，谢谢大家。